挑选一个吉时吉日，然后选择剖腹产。定制他的先天命理了。比如说，只要冲伤，我就让他时尚生财了；要有手段，我让他阳刃加上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剖腹产，一个是自然生产，那这两个孩子的命运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？他有个阳顺阴逆，大运不一样，让人的命当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。这是第一个，介入别人的因果太深，然后被业力缠身。这我就1个月时间，然后天天在抓鬼，那个阿飘啊就过来找我了。有没有后天的方法也可以让我们好一点呢？你有机缘看到这个内容，证明你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元风运动，起盘的真的是虚见害是天罗地网，一尘脱俗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道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南。道元老师，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个事情，就是现在很多爸爸妈妈，就是宝爸宝妈们，就是他们会为自己的孩子挑选一个吉时吉日，然后选择剖腹产。那在我看来，我觉得这其实是逆天改命的一种手段了。那道元老师，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？用我们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就叫做定制他的先天命理了。因为你出生那一刻，其实你的大运、流年都已经排好了嘛。是。你出生的时辰是来调候用的，那在不同的时间段，它起不同的效果了。如果说他本来的命运不是这个时辰出生的，那就相当于把他整个命运都扭转了。是不是把他原有的命运开始改变了？对啊，他其实没有原来的命运，并不是说你生下来完了以后再把他回炉重新再生一次。如果他是被某一位风水师定好的，然后在那一刻他生出来，其实就是属于他的呀。只不过是说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机缘，在那一刻遇到一个很牛的这个风水师，然后把他在最好的时间段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所以他需要这种机缘，是这个孩子他本身他命里的福报够不够，或者是说他的父母的福报福德够不够。明白了。那如果说我举个例子啊，一个是剖腹产，一个是自然生产，但是他们都是在同一个时间，那这两个孩子的命运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？他同样在时间段出来的，他们俩的命运是一样的吗？对啊，对吧？当然不一样了。首先第一，男女不一样是吧？如果你学八字知道，他的大运的排法不一样。如果男命是逆，那么女命就是顺排；如果男命是顺排，女命就是逆排。它有个阳顺阴逆，大运不一样，让人的命当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他们的先天的东西不一样，就他父母的命不一样。那同样这个时间段生下来的，人家是个亿万富翁的父母，是人家同样这个生下来的，他是个铺盖的，他妈家里面欠1个亿的。一个人是开始就可以继承亿万家产的人，然后持续用这一个好命去拼搏，那他可以好上加好。那一个是先要把家里的负债先给还个1个亿以后，然后再去起步再出发，所以他也发生了变化，因为后天的有环境嘛。你帮一个客户去择日剖腹，那会不会对你要背负那个小孩子的因果呢？那当然要背负的，这个孩子来讲是没什么影响的。因为孩子他能生下来，他就是他的先天命理，对不对？还有他父母有没有这个德行，他能够遇到一个很好的师傅说，是，然后愿意让别人去沾这个因果，也能帮他去说，让他可以生一个很牛的孩子。对，你有关注我的天命系统的话，知命是第1步，知命改命是第2步，知命造命是第3步。怎么造命呢？就是没有出生的孩子选择日子这个剖腹产，那么他的阴阳五行是我们定的，他的大运流年是我们定的，他是当官是我们定的，做生意是我们定的，还是为学都是我们定的。所以你看，比如说我想这个孩子当官，对不对？那我有他官星旺了，有时辰之官煞了，对吧？时辰就才华了，让他考上好的学校，这个学优则仕就当官了。比如说只要冲伤，那好了，我就让他时尚生财了，他就靠自己的才华可以赚钱了。如果想让他比较强大一点，是吧？这个人又有手段又有手腕，我让他阳刃加上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想这个人什么都不应该就要钱，然后给他做一个荐入了，对不对？躺到那里就有钱了，就福禄寿全，这是帮孩子造命，就未出生的。那么已人出生的这种人，那就通过生机通过生机的方式去调，生机就是造命啊。你是否能够遇到一个风水师愿意为你这样去做？我们经常听说过这个介入别人的因果太深，然后被业力缠身，最后的话会有业障未消。你凭什么说你要干别人改变的命运？所以就有很多的师傅是有的东西是不做的。就比如说我原来做阴宅帮人家选地，但后来我现在我不选地了，我只可以做阴宅的调整，我不
会再去帮你选地，然后再帮你下葬，然后完成所有的流程了。那这也就有敬畏之心。那其实我有一个案例呢，就是我原来我做人家的那个阴宅，我把那个地选得很好，所以我就1个月时间，然后天天在抓鬼，那个阿飘啊就过来找我了，对我有1个月时间，影响我的情绪，然后影响我的心情。虽然我们有祖师爷啦，我们也会念咒啦，有加持自身啦，我们有家学几百年，然后我们有师承这个几十代，所以有祖师爷帮我们背因果。那这种背因果是你不在造命的情况下面你背是没问题的，因为造了嘛，叫造化了嘛，那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些业力有一些业力的，所以除非自己的功德除非强大，就是你帮了很多的人。那老师，我这里我就要追问一下了，那你具体在择日剖腹的时候是怎么样操作呢？怀孕了，我快生了，然后在那一天选一个好的时间点，还是说我在备孕的时候就已经要开始着手准备了，还是说要看一下我们夫妻双方的八字？其实从备孕的时候就开始要布局了，因为在我们的八字里面还有胎元嘛。哦，对，是吧？是。你在什么样的月份、什么样的日子受孕，这个是很好的。所以实际上从受孕和落地之间，它其实都要。虽然你在备孕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很隐私的这种东西嘛，对吧？就通常来讲，就是世界上就只是选择你落地的那个时间，因为你落地那个时间决定着大运流年，然后带着那个天地的能量进来。有一期讲过，就是说这个3魂7魄里面有天魂、地魂和人魂。那么天魂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刻的能量，地魂就是你出生在哪一个环境，以及你祖辈的功德，人魂就是父母的遗传。我们的剖腹产就是直接给你定制的天魂，那一刻你是金属性的能量、木属性的能量、火属性的能量，还是土属性的能量，以及你生强生弱，然后的那一刻已经给你灌到这个孩子里面去了。那大元老师，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这对夫妻在备孕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个观点，快生的时候他突然觉得，哎，我要不要给我的孩子选一个好时辰？那像这种的话是不是就比较局限了？你还是看他的福报嘛，就是如果他福报够厚，他就会找到这样子的人嘛。他福报不够厚，他就没办法嘛。我就给你讲一下我干儿子的事情吧。我生了一个干儿子，就他的奶奶啊，就一直都想跟我来修行。就他无意之中，他说他的孙子要生了，什么时间，在哪一天生？然后我听到了以后，我打开他那一天的八字，我说如果这一天生的话，又克父克母，家里又穷困潦倒，生这个孩子呢会让他败官的。对，我就说不要在那天生，最起码我给你避了凶嘛，对，趋不趋吉，这个是靠你的命理。后来呢，天天来，还是心软了。对，然后我就给他选了一个日子嘛，然后后来我选择，因为我避免占多他因果，就说选这个人，然后我就认他做干儿子了嘛，名字我是我取的，叫陈维正，他1岁的时候就可以跟4岁的孩子上幼儿园。哇，这么厉害！等一下我录完节目给你看一下那个干儿子的状况了，就是给他找了一个最好的年日时的那一刻生，之后他就有了那个能量，这也是他的福报，也是他奶奶的福报，所以我没有说他奶奶做弟子，然后就说他做了干儿子这样子。那我既然已经选择了在这个时辰生，那我有没有说从风水上面我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地方，然后生出来的孩子可能会更上一层楼？比如说，我去到美国，我去到香港啦，很多人都很喜欢在香港生孩子嘛。那这样的话，对我的孩子会不会有更好的影响呢？对，如果你有机缘，就哪怕你就是在4线城市生，哪怕你就在很差的这个环境下生，那一刻的天魂也决定着这个孩子将来也不会太差。那今天听完道元老师讲的这个择日剖腹产啊，真的很精彩，它真的可以帮人逆天改命，就是天生就生在驽马了。那不就像是我们这么大个人了，再当牛马了？那能不能说有没有后天的方法，也可以让我们好一点呢？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这种资源，我们也没有说先天就是被人家定制，那么我们就要看什么呢？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修行，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人，改变我们的能量，改变我们的五行，是不是？过好我们自己这一生。那像是已经择好命的人，就已经就是很好命了嘛？对。他是不是躺平了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干，但是依然会有很好的生活？但是像可能有些人命没有那么好，他哪怕付出100倍的努力，他还是就是什么都得不到。不管你说你是从善，或者是从正，或者从义，从哪个层面上来讲，如果你是一个好命的人，然后他其实实际上跟后天的努力也分不开的，就是命运会让你去努力，你是没办法躺平的。然后再有就是说一个人很差，是，然后的话他努力到底有没有用？其实实际上努力
它并不一定有用，但是不努力呢，可能是不行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听过老总的一句话，叫做“富在术数，不在劳身”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其实实际上就是一切都是有命中注定的。好命的人就生而知之，不好命的人还有学而知之，可能还有学而不知。所以，但是呢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只要去努力，你只要去拼搏，可能你还有一线生机。就是说，你在你生命中遇到一个人，他愿意打开你的八字，然后的话提出你的八字里面的一些不好的因素问题，然后帮你去解决，从而让你去逆天而改命。但是你要通过修行，通过努力，你才可能说去抓住那个机会。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命差，躺平了，对，可能会更差。对，可能就是没有机缘去改变。当然，有的人就是不服输，我要去努力，我要去拼搏。能够改变的人还是可以改变，改变不了的人，其实努力也没啥用。就是我还是一个宿命论者了。对，比如说今天你有缘看到这个作品的话，也是一种宿命，也是一种宿命，就是说证明你的命运其实可以发生改变。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，是财富很高啦，还是财富很弱啦，或者是说你现在很辛苦了，你有机缘看到这个内容，就证明你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OK， 那如果想要更加系统的去跟我们道元老师学习，都可以添加我们道元老师的小助理的 WhatsApp 去添加我们的学习群领取资料。那么也感谢道元老师今天精彩的一个分享，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啦！下期再见，拜拜。